罗的海上空，苏联海军航空兵的5架 DB-3T 鱼雷轰炸机，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，准备对德军的运输船发起攻击。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海面上的目标，5架 DB-3T 鱼雷轰炸机立即下降高度，直奔德军运输船。而此时的德军也发现了他们。只有一艘护卫舰的德军船队立即拉响警报，朝苏军展开了猛烈的炮击。密集的炮火在轰炸机周围不停地爆炸。面对德军猛烈的防空炮，苏军飞行员毫不畏惧地靠近目标。为了精准投射鱼雷，他们不断降低高度，紧贴着海面，全速冲向德军运输船。一架轰炸机不幸被击中，引擎瞬间失去动力，一头扎进了海里。眼看距离越来越近，投弹手瞄准德军运输船，立即投射鱼雷。其余的3架轰炸机也相继投下了鱼雷。鱼雷精准命中德军舰船，海面冒起滚滚黑烟，德军舰船相继淹没在大海中。机枪手兴奋地拿起相机，拍下了这一高光时刻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架德军战机突然从他们的头顶呼啸而过，机长立即命令机枪手进入战斗状态，德军战机随即对他们发起了攻击。面对机动性灵活的德军战斗机，笨重的轰炸机就像空中的火把子。好在对方只有1架战机，要是多来几架，没有护航的苏军轰炸机恐怕都要交代在这里。高速灵活的德军战机对他们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，机枪手使用7.62毫米航空机枪瞄准对方拼命射击。最终，机枪手成功击落了德军战机，但当他返回机舱的时候，却发现投弹手早已没有了呼吸，在刚才的交战中不幸被对方的子弹击中。这就是战争的残酷，前一秒活生生的战友，下一秒就突然远去。为了快速瓦解苏联红军的抵抗意志，每天都有德军战机轰炸苏联本土，这也极大影响了苏联红军的士气。此时的苏联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。对此，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决定对德国柏林实施轰炸。虽然战争初期苏联空军损失惨重，但是位于波罗的海的海军却损失较小，因为这里位置偏僻，海军航空兵的力量保存得相对完好。于是斯大林就把轰炸柏林的任务交给了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。海军航空兵中将谢苗奉命来到波罗的海的海军航空兵团，迎接他的是第1航空兵团指挥官叶夫根尼上校。中将谢苗带来了上将库兹涅佐夫的命令。Это сложное задание доверено вашему полку. Отсюда до Берлина даже будем бомбить Берлин, ребята. 上校叶夫根尼听到要轰炸柏林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现有的 DB-3T 远程轰炸机根本不足以跨越如此长的距离。接着，中将谢苗说出了库兹涅佐夫的详细计划。在塔林湾的埃泽利岛上，有一座德军尚未发现的废弃机场——卡胡尔机场，位于苏联最西边的波罗的海边境线上，也是目前唯一一座距离柏林最近的机场。他们先从列宁格勒调来20架轰炸机，在波罗的海的卡胡尔机场集合，在完成弹药补给后，通过海上直飞柏林，单程1700多公里，往返航程3000多公里，完全在 DB-3T 远程轰炸机的有效航程之内。接到任务，上校叶夫根尼立即开始行动。他从军营中挑选出45名有着2000小时以上飞行经验且有过远程作战经验的航空兵来执行此次任务。随后，上校叶夫根尼率先驾驶1架 DB-3T 轰炸机飞往塔林湾的埃泽利岛，准备降落到卡胡尔机场。但当他飞到埃泽利岛上空的时候，却发现机场的跑道不仅太短，而且跑道的尽头还有一辆拖拉机。上校叶夫根尼心里也没底，在空中盘旋了一会，还是决定冲下去。正在吃饭的地勤人员见状，赶紧跑向拖拉机。眼看马上就要冲到跑道的尽头，上校叶夫根尼拼尽全力控制飞机。
最终，飞机还是有惊无险的安全降落。下机后，愤怒的上校叶夫根尼直接找到机场的地勤负责人，命令他立即赶修机场加长跑道，否则就让他去打扫厕所。没过多久，相应的 DB-3T 远程轰炸机也相继降落到卡胡尔机场完成集结，轰炸所需的航弹也陆陆续续运送到岛上。中将谢苗也来到了这里，亲自指挥这次行动。与此同时，工程师也开始对飞机的引擎进行全面检修，以求达到最佳状态。但经过反复的试验和计算，如果飞机携带全部燃料和不超过750公斤的航弹，那么轰炸机组就能飞越1000多公里到达柏林，然后返航，并且还有15%的燃料富裕。这样一来就意味着飞行员不能浪费时间，如果遭到德军战机拦截，或者在飞行途中天气不佳，耽搁20至30分钟，他们都无法返回自己的机场，柏林上空就会成为苏军飞行员的坟墓。而最高统帅部得知后非常恼火，跑这么远，费这么大劲，一架飞机却只能投放3枚炸弹。最高统帅部要求每架飞机必须携带1.5吨的炸弹，而不是计算出的极限750公斤。为此，第一航空兵团指挥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，最终决定进行一次载重飞行试验。3枚重达1.5吨的航弹被挂上了挂钩，再加上满载的燃油，装载量达到了2吨，已经超过了 DB-3T 轰炸机的载重。这次试飞任务由第一航空兵团指挥官叶夫根尼上校亲自执行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叶夫根尼随即启动飞机引擎，轰炸机缓缓地驶上跑道。随后，叶夫根尼拉动操纵杆，加速准备起飞。看着跑道上的飞机速度越来越快，所有人的心都在悬着。直到飞机脱离地面，平稳驶向天空，众人的心才放了下来。但叶夫根尼刚收回起落架，飞机的右侧引擎就因负荷过重直接爆炸起火，冒起了滚滚浓烟。叶夫根尼见状，奋力控制操纵杆保持平衡，准备转弯返回机场迫降，但紧接着左侧的引擎也跟着起火燃烧了起来。此时的飞机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，只能靠滑翔飞向跑道。叶夫根尼拼尽全力控制飞机，众人见状赶紧前往救援。最终凭借叶夫根尼多年的飞行经验，成功迫降在跑道旁的树林里。机组人员刚从机舱里逃出来，飞机就发生了爆炸。而这一幕正好被一架路过的德军侦察机发现。就在当天夜晚，卡胡尔机场就遭到了德军的轰炸。好在敌人并不重视这里，只派了2架战机前来轰炸，所以造成的破坏并不大。为了避免意外，最高统帅部要求提前行动，准备对柏林的军事设施和政府机构实施第一次轰炸。但是根据侦察机反馈回来的天气情况，航程沿线的天气状况并不理想，而柏林的能见度却非常好。既然柏林的天气理想，那就可以飞。中将谢苗当即下令，今晚就开始行动。每架 DB-3T 鱼雷轰炸机最多只能携带8枚各重100公斤的航弹，否则他们将无法返回自己的机场。根据情报得知，柏林被2道防空圈包围，第一道距离柏林160公里，第2道防空圈在距离柏林50公里处，他们要突破这2个火力网，才能顺利到达柏林上空。1941年8月7日下午6点，一场千里大偷袭轰炸柏林的行动正式开始。第一航空兵团上校叶夫根尼亲自带队，15架 DB-3T 鱼雷轰炸机分成3组，从卡胡尔机场陆续起飞升空，伴随着夕阳径直地朝西南方向的柏林飞去，往返航程3000多公里，长达7个小时的飞行时间，这无疑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耐力考验。为了躲避德军的侦察，全程必须保持在7000米以上飞行，途中不能使用无线电和探照灯，一切行动完全在黑暗中进行。飞行中他们极有可能失去方向和战友分离，但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柏林。很快，夕阳坠落，夜幕降临，15架轰炸机已经攀升到7000米的高度，机身开始结起了糖霜一样的冰晶，舱内温度瞬间骤降，机组人员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。更糟糕的是，果然如侦察机反馈的天气一样，大西洋上空出现了大范围的恶劣天气，他们没有多余的燃油绕行，只能戴上氧气面罩，硬着头皮继续前行。漆黑的乌云伴随着闪电聚集在轰炸机周围，能见度急剧降低，领航员不停地测量航线防止偏离，但捉摸不定的气流使得飞机无法保持平衡，飞机开始剧烈摇晃，炸弹也开始抖动，极其危险。飞行员拼尽全力控制飞机，幸运的是，经过一番颠簸之后，他们成功穿越了雷暴区，同时也进入到了德国的领空。机枪手透过云层看到灯火通明的德国城市时，不禁感慨：这时上校叶夫根尼发现有3架飞机已经偏离了航线，但由于不能使用无线电，上校根本无法呼叫对方。很快他们就飞到了柏林第1道防空圈，此时距离柏林还有160公里，
但就在这时，眼前突然出现一道亮光，一架巡逻的德军战机从他们的头顶呼啸而过。所有人都瞬间紧张了起来，机枪手立马进入战斗状态。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对方竟然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，还发出信号询问他们所属的编队。当他再次掉头时，等来的却是来自莫斯科的问候。疏忽大意的德军飞行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机枪手击落，估计他到死都想不到苏联轰炸机会出现在这里。随后轰炸机编队继续全速奔向柏林上空。与此同时，埃泽利岛基地这边中将谢苗也在焦急的等待，电台里没有任何回音，现在没有消息也许就是最好的消息。苏军轰炸机编队顺利穿过了柏林外围第一道防空圈，很快进入了50公里处的第二道防空圈。此时地面的德军防空部队的探照灯也随即照向了他们，但德军的防空炮并没有开火。他们以为这些飞机是东线返航的自家飞机，德军做梦都想不到苏联的空军会出现在德国大后方。此时所有人都高度紧张了起来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，生怕下面的德军会认出他们是苏联人。顺利穿过第二道防空圈后，灯火通明的柏林终于出现在眼前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随后轰炸机开始下降飞行高度，大摇大摆地飞到柏林上空，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镇住了。不是因为柏林灯火通明和繁荣的景象，而是这里太过于安逸，与外界战火纷飞的景象显得格格不入，仿佛与世隔绝一样。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按照计划开始寻找各自要轰炸的目标。投弹手使用瞄准器确定目标，在一次次校准后开始投弹。一枚枚炸弹从轰炸机上倾泻而下，带着全苏联人民的愿望，狠狠地刺向敌人的心脏。一枚枚炸弹精准地落向目标，伴随着一声声爆炸，寂静的柏林瞬间火光四起。看着笼罩在硝烟中的柏林，他们也想起了自己被摧毁的家园，炮火中失去的亲人。此时地面的德军防空部队才反应过来，打开探照灯寻找目标，开始不停地朝空中盲目炮击。苏军飞行员见状，立即拉升高度准备返航。在离开前，他们还扔下了大量的传单。苏联人用行动证明了德国是不可能瓦解全苏联人民抵抗的决心。当苏军轰炸机编队开始返航时，驻守柏林的空军才匆忙起飞，但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此时，他们已经把成功轰炸柏林的消息发给了总部，埃泽利岛基地也同时收到了消息。中将谢苗看到